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思维增长频道。在上一集，我为大家分析出了9大废物所具备的特征的其中5种。接下来这部影片已经帮大家分析出剩下的4种特征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在这里，我同样为大家列出了时间线，给予大家参考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第6点，逃避现实。逃避现实的方法有很多，常见的有暴饮暴食、饮酒和游戏。对于这些很明显的颓废，我们都知道它会伤害我们的人生，因此也会抱有警惕。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还有很多隐性的逃避方式，这些方法表面看起来是对我们有益的，但实际上这些对我们的人生也是有害的。下面我就为大家列出最典型的隐形逃避特征，看看大家有没有拥有这些特征。1. 过度沉浸于情绪。从心理学上讲，任何一种情绪表现都不会持续太久，无论是高兴、悲伤还是愤怒、焦虑，我们的身体会自动分泌激素来调节情绪，避免某种过度的情绪伤害到我们。但逃避现实的人可能就会过度沉浸于某种情绪，比如整天忧心忡忡，为未来感到担忧、抑郁或是非常焦虑，害怕被时代所淘汰。这种过度的情绪实际上是一种逃避现实，通过让熟悉的情绪占据大脑，达到不去思考、不去振作、不去面对未知的目的。2. 睡觉。有的时候总是想要睡觉，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。我们的潜意识里不想面对如今的环境，因此会暗暗地让自己犯困，通过睡眠让思维冻结。实际上，睡觉本身也有调节情绪的作用。当我们被某种情绪所影响时，也会下意识通过睡觉让自己恢复过来。但毫无疑问，睡眠过多会使一些问题变得更糟。睡觉不能解决问题。3. 怀旧。当一个人需要安慰时，就会有很大概率去怀旧。怀旧之情能缓解我们的压力，但毫无疑问对现实没有一点帮助。事实上，你也会发现，越是充满干劲、觉得未来可期的人，越少会回忆过去，反而生活暮气沉沉，未来缺乏希望的人，就很喜欢怀念过去的美好。4. 学习和进步。很多人可能会非常疑惑，学习不是对我们有好处吗？怎么也成了逃避现实的手段？其实很简单，没有目标的学习其实是一种回避焦虑的方法。就像网上有个笑话，人一焦虑就开始学英语和健身。热爱学习是一种重要的力量，它可能对你的生活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。然而，当人们总是在进行新的学习或自我提升时，这其实是对潜意识中的焦虑和感觉不够好的一种回应。这时候的学习往往也没有什么作用。那我们应该如何克服这些逃避心理呢？第1点是要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。有的人之所以产生逃避心理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正确的人生追求。在人生长河中，一旦遇有风浪，便飘忽不定，精神无以寄托，以致迷失方向，是难以找到人生真谛的。只有树立远大理想并矢志为之奋斗的人，才会正视困难，遇挫不折，迎难而进。第2点是要增强自信心，善于发现和发挥自己的优点和长处，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、自我鼓励，相信事在人为。当面临某种困难，自信心不足时，要给自己壮胆，我一定会成功，一定会的。或者不妨自问，人人都能干，我为什么不能干？困难、失败并不可怕，只要直面人生，勇于拼搏，人生之船就会驶过激流险滩，战胜惊涛骇浪，到达理想的彼岸。第3点是主动改善人际关系。人际交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，是任何人不可回避的。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不要坐等别人和社会环境来符合自己的意愿，而要学会从容不迫地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，积极地与人沟通、交流，互相了解，增进感情。要积极参加业余文体活动，在娱乐中展示才华，排解抑郁心情，树立自信，以昂扬的精神状态，勇敢地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。第7点，总找借口。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一句话，任何人都可以做到所有事。当然，接受这句话需要一定的勇气，只要拥有了勇气，才有了更多成功的可能。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，只要肯付出努力，不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任何借口，
这样的人更容易成功。倘若生活过得不理想，工作方面不顺心，就开始自怨自艾起来，抱怨社会，抱怨人生，觉得自己的不成功就是运气不好的原因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你若真是有才气，怎么又会怀才不遇？总爱找借口的人，工作一般都很难得到提拔。在日常的职场里，我们可能都会遇到一类人，这类人有着共性，在工作拓展上基本没有创新，因循守旧，做一天的和尚敲一天的钟。老板交代这类人去做的事情，这类人基本都会找至少2个以上的理由去推脱，遇到需要承担的责任从来都不会承担，工作上不主动，责任上不担当，福利上不拒绝。作为公司的老板，总是希望把自己的工作交给责任心更强的人，谁也不会把非常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遇见问题就推三阻四，找出一大堆莫名其妙借口的人。真正优秀的人才是敢于创新，敢于发现问题和敢于解决问题的，有要作为承担责任、担当风险的意识，为自己的决策和行为方式负责，这样才能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，获得周边的同事以及单位领导的认可。而不担当、没有责任感且总爱找借口的人，这类人一般都是同事和老板非常讨厌的类型员工。想要这类员工得到老板的赏识和提升，基本是不可能的，毕竟谁也不想在这种员工身上浪费时间。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上一般都让人不顺心，一般这类人一生都是一事无成的。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说过，我鄙视那些善找借口的人，因为那是懦弱者的行为。我也同情那些善找借口的人，因为借口是制造失败的病源。一切的成功都源自于行动力和努力，一旦我们心怀计划，就要立即规划计划并立即行动起来，一味的只是用各种的借口去填充行动和规划，那么美好的理想永远是止步于起点，不仅仅是错过了成就自己人生梦想的机会，另外还想让自己陷入一事无成的境地。身边总爱找借口的人，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显著的共性，就是怯懦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任何的成功都不能有100%的把握，可能很多人经历了99次的失败，才迎接来改变命运的成功，因为他们认为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给自己的人生设限。做一个坚实的行动派，要比等待观望和犹豫不决重要得多。借口永远是行动派的毒药，让你在充满幻想的起点上驻足等待，这样的人永远是一事无成的。伟大的诗人费朗罗说过一句话，不管成功还是失败，都是系于自己。借口这东西就像是一个蛊惑你的魔鬼，他会在你最软弱无助的时候诱惑你，拖住你奋勇前进的步伐。当你停下来享受时，他又想着把你拖向更黑暗的深渊，消磨掉你的意志，让你变成一个碌碌无为的废人。光听着就觉得挺可怕，看看你自己是否是一个喜欢找借口的人。如果是，从现在起改掉这个毛病还不晚。戒掉做事找借口的4种实用办法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总是习惯在失败的时候为自己寻找借口，而不是放心去分析事情的缘由，这样总是比别人失败，而且之间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。今天就来说说关于戒掉找借口的几种实用方法。第一，积极看待失败的结果。在自己做某件事情不顺心的时候，可以通过自己的乐观思想来转换，积极的面对失败这件事，理性分析，这样也就减少了找借口的目的。第二，坚定的好胜心。在做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给自己强化胜利的心理暗示，而且是非常强烈的那种，这样在中途遇到一些小挫折的时候，就不会找借口离开或者放弃。第三，不屈不挠的做事态度。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如果拥有不屈不挠的做事态度，尽管中途会遇到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也不会放弃，这样也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提升自信心。第四，掌握做事的重点。在做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搞清楚需求，把握好重要的部分，抓住重点，这样也就很难出现失误，而且也不会给自己找借口的机会。找借口的人总是展现出无能的表现，因此不管任何时候都一定要学会从失败中找方法，而不是找借口，因为找借口永远帮助不了你解决问题，只有直面问题才能够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。第八点，恐惧。恐惧出现的原因有很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。一，恐惧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情绪反应，对人有很强的保护作用，
而且是人的本能。因为人对于未知有很强烈的危险或者是恐惧的心理，才能够让人激发保护自己的行为，然后免于危险，免于灾祸。所以恐惧是一种本能的现象，对人来说并非都是坏事，而是有一定的好处。二，恐惧作为一种情绪，也有可能是过于焦虑，甚至有些过度的自我保护。比如有些人性格内向敏感，容易焦虑紧张，就有可能面对一些小事就小题大做，认为是最大的危险，从而特别恐惧，没有办法安静下来。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焦虑症、恐惧症的问题，比如焦虑自己有没有疾病，怀疑自己的健康有问题，或者恐惧高处，与人说话和交流的时候特别害怕，脸红，害怕出丑等等。三，恐惧也有可能是来自于未知，尤其是对于未来的一种没有预测、没有控制感的反应，尤其是有些人有非常要强的表现，特别完美主义，所以就会事事都想拥有控制欲望。如果没有办法预测未来，没有办法有控制欲望，恐惧症是一种常见的心理性疾病，属于疾病性恐惧，会给患者造成非常严重的心理障碍，严重时会影响患者的工作、生活、身心健康。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恐惧症以及它的治疗方法。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如何克服恐惧症。一，放松入境训练。找一个没有人打扰、舒适、安静的地方坐下来，闭眼想着自己来到了一个十分安静的风景优美的地方，让人的心情也变得柔和起来，然后通过内心控制自己的躯体，让身体和心灵都开始放松，从头部、肩部到手臂、大腿、小腿，想象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变得柔软。长时间的训练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自己的躯体，可以克服部分紧张反应。二，阅读伟人传记。看一些伟人的个人传记，他们的成长故事、成功事迹，鼓励自己树立起拼搏的决心，可以将这些伟人当作自己的偶像，这样我们就会在潜意里模仿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，有助于克服内心对稳定因素的恐惧。三，积极的自我暗示。每天睡觉之前和早上醒来，可以对自己说20遍的我相信自己，我爱自己。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可以改变我们对自己的否定，让自己接纳自己，树立起愿意改变的信心。四，系统脱敏训练。自我改变是不能做到一次性就成功的，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要一步一步慢慢的克服自己恐惧心理，可以为自己设立许多的目标，由简单到复杂排列出来，每达成一项对自己进行一些鼓励，这样就会在每完成一项任务感到轻松自在，可以快速的进入下一阶段的训练。克服恐惧症其实也挺简单的，我们要行动起来，勇于改变自己。积极的行动会让我们感到不那么害怕。当你积极的行动起来，积极的改变自己，就会发现你恐惧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什么十分可怕的。与其担惊受怕、害怕失败，还不如锻炼好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。第9点，拒绝学习。其实归根究底就是因为懒，不想接触任何新事物。很多人拒绝学习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设定好自己所想要达成的目标，变得只想要过上安安稳稳的生活，没有任何的物质需求，每天只需要混日子就行了。其实这只是拒绝学习的一部分原因，大多数都是因为工作繁忙、家庭、环境等等因素所造成的。如今社会，拒绝学习的人最终会成为底层。你认同这句话吗？一拒绝学习，能不能成为底层，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。不要说如今社会，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，因为拒绝学习就是在拒绝成长。学习永远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，拒绝学习必然进步缓慢，所以难有所成。二，拒绝学习就是拒绝成功。学习是人类所有能力的延伸，学习是最便宜的投资，时间是最宝贵的投资。我们只要花很少的时间，就可以学到别人几乎学不到的，甚至成为毕生的经验，省去了大量摸索的时间代价。大多数成功的人都是虚心学习的人。三，拒绝学习就是拒绝美好的人生。拒绝学习的同时，也就是拒绝了机会与财富，同时也拒绝了自己的人生。当今的社会，拒绝学习就是拒绝进步。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学习不但能提高自己的修养，而且它是改变命运、走向成功的金钥匙。俗话说得好，活到老学到老，
只有不断的学习，才会不断的创新。在当今知识大爆炸的时代，不学习就会落伍，就会被时代的车轮所抛弃。没有学习就没有本领。这句话在目前还是真理，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以及 AI 技术的不断普及，人类逐渐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，那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开发我们的创造能力。创新是主要的发展方向，未来的教育会着重激发学生的创造力。那么拒绝学习的人，不一定就成为底层人。当我们面临讨厌学习的，我们应该如何克服这些心理问题呢？一，我们先要给自己制定一个小目标，切记不要制定什么非常宏大的目标，不要一开口就说什么我要把这本书背下来什么的，那样比较不切实际，而且也会把自己给搞懵的。我们知道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先给自己制定一个小目标，再定一个周期，这样几个周期你就会发现你是着实的提高了不少。二，对于要学的学科，不仅仅要局限于在课本和老师所讲的东西，平常要多看看这门课的参考书，或者这门课程的前沿杂志，这样会使你更加了解这门课程并知道它的用途。局限于课本往往都是枯燥的，要让自己多了解本门课程最前沿的学者所说的最前沿的知识，不仅可以拓展知识面，同样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兴趣。三，克服自己的懒惰心理，不要总是给自己寻找太多的理由不学习。什么今天有好多事没做，或是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再干，这都是屁话。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。如果你总是这样因为你的懒惰找借口，那么你迟早会为此买单。要从现在开始学习起来。四，学习的时候不要想太多的事情。有的人看电视的时候想学习，学习的时候想看电视，这样的话，那你什么也干不好，学无所成，而且玩的也不开心。学习的时候就应该专心致志的学习，玩的时候就应该尽情的玩耍。五，尽量不要没日没夜的学习，这样只会降低效率，要有规律的学习，劳逸结合。当学习到感到困乏的时候，可以听会音乐、电影之类的，尽量的放松自己的身心，以迎接更大的挑战。六，坚持就是胜利，只要一个人能够持之以恒，那就应该没有干不成的事。3天打鱼2天晒网的，根本就不可能成功。想要学有所成的人，他的信念唯有坚持，坚持再坚持。当你已经达到以上的几点，那么恭喜你，你距离你的成功已经不远了，现在差的只有实践。好了，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对这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，聊聊你们的想法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订阅、赞好和分享。那我们在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拜，记得订阅哦。